算了，能在办公室里边撞到这个人已经很走运了，这可能就是一个线头，只要把它扯出来，后面的问题就好解决了。认真，还有其他发现吗？阮真真，阮真真，问你在办公室里还有没有其他的发现？我在办公室就碰见这一个，也顾不上看其他的。办公室里这些客户资料，他们也不让看。而且，我感觉幽宁的办公室已经被清理过了。喂，阿刚。哎，嫂子，嫂子是我。嫂子，今儿小玉把您身份证给我捎回来了，说你有什么事儿要让我问。我这是记性不好了，还是什么？我怎么就想不起来了？您交代我办什么事儿来着？哦，我没什么事让你办。啊，那您这身份证……对不起啊，我忘了给小雨解释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今天呢去幽宁办公室收拾东西的时候，突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。我害怕他的同事见着笑话，就想了个办法，让他的同事帮我把身份证给小玉送过去，其实就是为了支开他，好让我自己冷静一下。啊，嫂子，原来是这样啊！我说的嘛，你不记得您交代我办什么事儿啊？那这样，身份证明儿我给你送过去啊。啊，不用了，我自己去拿就行了，谢谢啊。又见外了，嫂子。好，哎，行了，就这样啊，你忙啊，嫂子。听见没？听见没？啊，我没糊弄谁吧？我没藏着掖着吧？哎呀，那还不是因为阮真真那事儿，莫名其妙的嘛。不行不行，你快点给我落实政策，你快点。哎，肚子，你干嘛呢？哦。不管怎么说，最起码找到夏清良这个线索，有他营业执照，有企业地址，这个人就好找多了。我这几天有点腾不出空来，你稍等一等，那个到时候我把夏清良的公司给你查个底儿掉。你听我说话没啊？我知道了，你能待到几天啊？大概还有2天吧，不确定。哎，你快回去吧，走了啊。生日快乐。谢谢。阮真真这么多年，为什么一直没出去找工作啊？他身体一直不大好，性格也内向，不擅长与人打交道。之前工作过一段时间，不太适应，就辞职在家了。哎，那个也没顾得上问你这大律师，你这边费用怎么算？关于费用问题，我和阮真真已经谈好了，你就不用操心了。谈好了？有约定，这事你就别管了。你这次来南州有什么工作？有个检查工作。检查？检查什么？明白了，保密。哎，你有没有觉得今天晚上许幽宁这礼物送的有点奇怪？奇怪？哪里奇怪了？提前1个月预定礼物派送服务，不奇怪吗？现在不是有很多这种礼物代送服务吗？他为什么不自己送？又不是异地情侣，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的夫妻，不自己把礼物拿出来，还选择
舍近求远的礼物派送服务，就好像他提前算准了自己赶不到现场一样。啊？想多了吧？也许人家就是故意制造惊喜的。跟那二姨联系上了，让她过来陪陪你妈，开导开导她，也许到时候能好点儿。唉，太突然了，到现在我好像还是在梦里，真像一觉醒来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啊，爸，我来吧。二姨，嫂子，姐夫，姐夫，我妈姐来了，我姐呢？屋里呢。姐夫，来，坐。秀娟，哎呀，行了，你别哭了。秀娟，你看这才几天，你就把你自己弄成这样了。姐，你心疼心疼自己吧。你要把自己弄病了，可怎么办呢？姐，我的有女被人给克死了。姐，行了行了，好了啊，我知道我知道。我可怎么活呀？我可两个儿子没了。爸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哦。哎，嫂子，要不我送你吧？不用了，我开车过来的。啊。啊，嫂子，你身份证还在我这儿呢。谢谢啊。你说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今天上午9点48分，一名中年男子网络直播跳楼，引发关注。据了解，该男子在锦上基金公司购买了数百万的理财产品，却在赎回时被告知需要计提大额损失，引起该男子不满。在救援人员的努力下，该男子已被人从楼顶救下，暂时情绪稳定。此前，锦上基金一名许姓中层管理人员车祸意外身亡，生前欠下巨额债务。据知情人士称，此人或与锦上基金股票违规交易被监管部门调查一事有关。据悉，锦上基金已经引起相关部门注意，已派检查组进驻该基金，对投资基金规范化、操作运作等行为进行调查。各位领导，我们公司一定会积极的配合检查组的工作，也请检查组的各位领导多帮助我们，对我们多提意见，让我们得以规范的运营。最后，
我仅代表我们锦上集团，对检查组的到来，表示我们由衷的欢迎和感谢。啊，请。谢谢方总，辛苦了。慢点。姐，你看，早上跳楼那事儿闹大了。还把锦上之前死了的那个姓许的客户经理给爆出来了，说他死的不明不白的，网上都在扒这事儿呢。不好意思啊，拜拜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喂，什么事儿啊？你在哪儿呢？哦，我从外面回来，刚到家。进家玩了吗？还没有呢，刚到楼下。哎，阮真真来了！哎，阮真真来了！怎么了，真真？真真，说一下。真真，跟你说一下好吗？师傅，走。小姐，跟你说一下好吗？是真的呀！说一下，让我们说一下好吗？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听说使用您生前。会没问题了，好吗？怎么回事？你回答一下。你说一下好吗？开门！你们现在的行为已经属于骚扰了，我们已经报警了，警察马上就到。如果你们还不走的话，谁也别想走了。我们是正面开跑啊！上电梯。小姐，回答一下吧！你为什么不让我开跑啊？我们到底什么问题啊？就回答一下好吗？跟跳楼者也差不多谈妥了，也找了专业的公司做危机公关，控制网上舆论，维护公司形象，挽回客户信心。检查组今天刚到，绝对不能节外生枝。明白。来。
你怎么过来了？你不是应该先谢谢我？谢谢。你怎么突然过来了？我在网上看到消息，觉得你这儿应该会有麻烦，正好在附近办事，就顺便过来看一看，没想到真碰上了。网上什么消息？有人在锦上基金公司楼顶直播跳楼，还把许攸宁给牵扯出来了。哎，刚才那男的谁呀？不知道啊。哎，但是我觉得他们关系肯定特别亲近，不然不会出现这么及时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嗯。瞧刚才那阵仗没有，直接拽进去，那啥，就是英雄救美啊，真是。肯定有关系。高俊，真真呢？真真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既然苏柔来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这2天我建议你最好别出门。哎，等一下。楼下有人蹲点儿，好像专门冲着你来的。冲着我？大概就这么个情况，我正好在楼下亲眼看到的。这是基金客户和锦上基金公司之间的纠纷，你别胡思乱想，这天好好休息。如果有人找你，不管问什么，你都别搭理。听见了吗？嗯。那我还有个会着急走，你自己带着行吗？行。你多喝点水啊，休息一会儿。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，听到没？嗯，知道了。这样，你先稍等一下，如果有什么事儿，我给你打电话，没事你再出来，好吧？他呢？甭管他，让他自己待着。喂。你恐怕还得再待会儿，楼下还有人盯着呢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徐英宁死前欠下巨额债，是真的吗？别走！是啊，大家都等着呢。让一下。那除了这几千万的债务，你觉得许攸宁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向你隐瞒着？比如不道德的男女关系？
阮真真，高律师，你还没走吗？一直想走来着，可惜楼下不是有人等着吗？苏儿不是说了吗？好像专门冲着我来的。哦，我没有别的意思。现在估计也差不多了，我下午还约了客户谈事情。你一个人在家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那我就先走了，有事打电话。嗯。对了，有一件事情我还是得提醒你一下，最近你的一举一动都会被人盯着，穿戴尽量低调，避免他人误会。高律师，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那我就说的明白一点。昨天晚上你戴的那块手表，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买的那块吧？牌子虽然我不太了解，但看起来价值不菲。明明现在打着债务官司，所有人都以为你把钱藏起来了，为什么还要买那么贵的手表呢？那天是情人节，买给自己的礼物。有钱任性。高律师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还有一种可能，那块表其实不是你买的，你只不过是去店里取了一块别人早就订好的手表，对吗？也是许攸宁早就预定好的，就像昨天晚上的生日礼物一样，对吗？我只是不理解，为什么会有人连着送2块手表给自己的妻子？高俊，他送我2块表算什么？一块是情人节礼物，一块是生日礼物，不可以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，只要你高兴。我当然很高兴，我非常高兴。高律师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你不觉得自己越线了吗？任真真，你就那么信任自己的丈夫吗？我为什么不能信任自己的丈夫？挺好，你说的都对，夫妻之间嘛，应该互相信任。那就这样吧，我先走了，你好好休息。再见。上次跟的那个男的才好玩呢，跟了他好久，结果人翻墙跑了。人说，最后在群里看到他，这身手真么好啊！这人，哎，是不是他？哎，是不是他？哎，走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赶紧拍，哎，挡住了！哎，别挡住了！哎，我车走了！哎，你别走啊！干嘛呀？有事说事，别动手啊！大姐，你都拍着了，给我们分享点呗。是啊，咱们同行啊，不然没法交差啊！哎，你别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人有病吧？哎，走吧。喂，哎，大律师，这照片值5万吧？您怎么方便呀？现金还是转账？滚！哟，火气不小啊，怎么了？碰钉子了？
给您，徐太太，倪先生对您可真好。许由宁先生祝您生日快乐。我只是不理解，为什么会有人连着送2块手表给自己的妻子？你就那么信任自己的丈夫吗？4000万！哎呀呀！小玉，你哥他真的借了人家这么多钱？债主们已经向法院起诉了，就是这个数。哎呀，你说，咱们家也不缺吃不缺喝的，他借人这么多钱做什么呀？姐，你先别急，啊，先问清楚了。你俩赶紧的把话说清楚了。他打官司这么大的事儿，能瞒着我们这些老的呀？表嫂也是怕您2位担心，这才让瞒着的。我嫂子什么都不肯说，我们也不清楚啊。表嫂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，表哥什么都没跟他说过。你听他说呢，你还真信啊？我把话就撂这儿了，他绝对什么都知道，就是故意瞒着，想把那钱都昧下。别胡说！什么叫胡说呀？这外面的人都这么说。我表哥在我们公司里面有名的人缘好、能力强，又得领导器重，都说他前途无量。这钱呀，就算真是他借去了，那也肯定是拿去投资干正事儿了。对，幽宁他不是乱来的孩子。那当然了，自个儿的孩子咱自己还不知道吗？姐夫，我是这么想的啊。这个事儿啊，咱不是把人往坏处想啊，但我真觉得，咱们得找阮真真好好的谈一次。这说不好听的，幽宁在，咱是一家人。可是现在幽宁不在了，他们又没儿没女的，那不早晚得往前再走一步吗？这种事儿我见多了。再说了，你说咱们全家人也不是坑人害人的人，咱们把他找着，把这个事儿问清楚了，让他把钱赶紧还给人家。这事儿早晚最后不得落到幽宁头上，可不能污了我幽宁的名声，可不是吗？再说了，这还没把咱整个家族名誉的损失计算在内呢。咱要真见了钱，拿了好处呀，那倒也罢了，咱1分钱都没见着，凭什么要背这个黑锅呀？姐夫，你说是不？哎呀，老许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要不然咱们明天把真真找来问问再说。真得问问。哎呀，给我拍美一点儿。拍的可美了。许幽宁。好，开始了啊！哎，真真，咱能不能不那么跳脱？我不。好好录行不行？好，好好录，这样行吗？不接电话，可能没听见。他又不聋，怎么会听不见呢？要不就是看见你们电话号码故意不接。过会儿再打吧。
老大，这位是天意证券的沈总，沈南秋。你这款表我特别喜欢，一直想买来着，不过专卖店说要到瑞士去定制。不行，我得去找阮真真把事情问个清楚。哎，不，姐，你坐这儿，怎么那么糊涂啊？我跟你俩说啊，你们两个千万不能去找阮真真，得让阮真真到咱们家里来。这不一样吗？当然不一样了。姐夫，等会儿再给他打一个。成。听我的吧。你把资料跟调阅单核对一下，我打个电话。哦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啊。你没在家啊？在家里憋得慌，出来溜达溜达。那你溜一圈，早点回去啊，注意安全。好的。行，先把这些拿给检查组吧，其他的一会儿再说。好。喂，嫂子，您找我？陆瑶，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。哦，什么事儿？您说。前天在公司见到的沈总，幽宁，跟他关系怎么样啊？沈总，关系还行。他们交往多吗？应该都是工作上的往来。怎么了，嫂子？没事儿，就是随便问问。这样啊。他们私下交往多吗？
嫂子，说实话，他们私下有没有来往，我是真的不知道。但这个沈总啊，是个八面玲珑的人物，不光是天意证券的经理，还在好几个公司任职。许哥跟他有交往，应该都是工作层面的事情。喂，嫂子。那业务上都是谁求谁啊？谁求谁？是不是幽宁找沈总帮忙比较多啊？哦，差不多吧。嫂子，您打听沈总是有什么事情吗？没什么事儿，随便问问。那我不打扰你了，你去忙吧，谢谢啊。哦，行，那拜拜。这位是天意证券的沈总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以后有什么事儿需要帮忙的，尽管开口。我的身份证。没错，你的身份证。我今天上午正好没事，正在帮你准备答辩状，需要你身份证的信息。把你的身份证正反面拍下来，发给我。那天我对你的态度有点儿……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，好吧？我时间有限，不想浪费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。好。睁开眼，不愿醒，你出现的梦境像流星，抓不住若即若离的身影。明知道是陷阱，任冰冷谎言冻结心情，当作你慷慨无私的叮咛。我拼命去证明，牵手就是回应，痛过后才惊醒，甜蜜只是曾经故事的结局覆盖你，原谅我的任性，泪从来不会去伪装冷静。熟悉的旧场景，你编织的剧情
脑海中转不停，为你放弃了所谓公平，拼凑出支离破碎的坚定。我变成